少商虽然聪慧，却自小没有得到母爱。归来后的萧元一对程少商又多了一份严厉，让这个内心脆弱的女孩对于母爱有些渴望和疏离。可是有个人的出现却治愈了程少商的内心，让少商开心的笑，懂得爱人和温暖。这个人就是还未登场的宣后。宣后的扮演者是佟磊，在剧中饰演的宣后温婉贤淑，知书达理。他因何与程少商有了交集呢？在少商与楼瑶退婚后，凌不疑就请旨赐婚，少商和凌不疑有了婚约，可是感情却有待培养。为了凌不疑与少商能多接触，文帝便寻了理由将少商留在了宫里，由宣后出面来照顾少商。少商的性子很讨宣后喜爱，宣后也将少商视如己出。在宣后这里，少商可以撒娇，可以温暖地享受宣后的怀抱，而宣后也会耐心温柔地为少商解读不懂之事。在宣后眼里，少商是可爱的，而在少商眼中，与宣后的亲近如母爱一般，让他舒服又感觉温暖。少商在宫中，凌不疑也会经常入宫，两人便有了接触的机会。有时间，宣后就会告诉少商关于凌不疑的一些往事。宣后告诉少商，看似凌不疑冷漠，其实内心至真至性，看人不能光看表面，要看他的内心深处。也因为宣后，少商慢慢的发现了凌不疑的好，最终在宣后陪伴的这段日子，少商也爱上了凌不疑。宣后是少商的白月光，治愈了他，也助他爱上了凌不疑。皇后和程少商两人就像是两个抱团取暖的小兽，皇后给了程少商母爱，程少商在他被废后守护了他的余生。皇后娘娘不能吃虾，于是程少商便表示自己也不喜欢吃，只有凌不疑发现他每次都能多吃几碗饭，甚至连程少商都以为自己是不喜欢吃的。程少商从没有在萧主任身上感受到母爱，他便表示自己不在乎，连他自己都以为自己不在意那些，直到遇到了皇后。皇后将程少商培养成更好的女孩，她身上的戾气一点点消除，变得更加识大体妥帖，这些都是皇后用心教导的缘故。萧主任见到更好的程少商的时候，才明白自己已经彻底失去了这个女儿。在举报凌不疑，并且进宫尽力帮凌不疑脱罪后，程少商直接来到皇后的宫中，因为他知道只有皇后不会去问他缘由，给他提供一个安静的住所，让他能够安心。程少商爱上凌不疑，很大程度一部分来源于皇后娘娘，凌不疑也是在皇后身边抚养长大的，他最终却背叛了皇后和太子，选择了三皇子。其实知道太子本性的皇后是不恨凌不疑的，但是肯定是怨的。不问对错，谁都不喜欢被背叛，但是理智上却不是这般。嫁给已经有妻子的皇帝，看着岳妃被贬妻为妾，皇后的一生有太多的身不由己。比如嫁给已经有妻子的皇帝，他知道皇帝心中最爱的是他的妻子，但是为了天下，还是给了他皇后的位置，让他心爱的妻子屈居在妃位，看着他才2岁的儿子被立为太子，又被多方人马所伤害。在和程少商相处的5年中，皇后终于说出了心中的怨怼，她是怨皇帝的，但是她唯独没有怨过岳妃，因为他们一样都身不由己。皇后被贬后，其实待遇没有变化，甚至一度超过已经是皇后的岳衡。太子多次被朝中大部分朝臣针对，他只能无可奈何。太子性格比较软弱，但是这并不是他被朝臣所不喜的原因。皇后出生乾安王府，曾经乾安王府是皇帝一统天下最大的阻力，很多朝臣和乾安王府是死仇，他们多和乾安王府互相打过仗。没有受到乾安王府伤害的，手上也大多沾过乾安王府的血。他们不可能看着流淌着乾安王府血的太子登上帝位。当年他之所以被立为太子，实在是形势所逼。皇后出生乾安王府，皇帝娶她，本来就是安抚乾安王府的势力。当年之所以立太子，实在是因为战事紧急，就这么一个儿子。太子为人软弱，识人不清。其实太子早就知道娄京
清王纯甚至太子妃孙氏是什么人，但是他心中一直感激他们，所以他们做错事都是让凌不疑来擦屁股。太子很清楚孙氏的恶毒，但是他心中其实已经爱上了他，所以太子一直是优柔寡断的。五公主实在过于恶毒，多次陷害程少商。真正让皇后感到心累的就是五公主吧。她知道这个女儿性情如何，但是已经无力去惩处她。就连程少商在她生日当天受到委屈，都选择了忍耐下去，将来再报复。而她的女儿却为了一己私利，陷害程少商杀人。他无法做到像岳衡那样，他的慈爱将他的儿女养的是一团糟。五公主的恶毒实在令人可怕，陷害凌不疑和他手下的舞女有染，陷害程少商杀人。皇后的一生都不是太顺的，虽然她其实没有实质上经历什么风雨。她出生乾安王府，父亲宣太公对她很慈爱，父亲死后，她经历的不过是小姐妹冷嘲热讽。那个时候的外面战火纷飞，民不聊生。后来舅舅将她嫁给了现在的皇帝，后来成了皇后，但是没有人理解她内心的苦楚。